环球时报总编辑胡锡进老师发短文重提建议中国强化核武。此前胡老师曾提出中国应该有1000枚核弹头的观点，这2条观点都是应对美国对华态度和策略有军事冒险甚至核威胁倾向。作者认为胡锡进老师建议扩大核武库的出发点是好的，但是增加核弹头的数量是错误的方法。当今中国的核武是为了核反击有核国家，尤其是美国，这需要中国的核武器有效突破美国的反导拦截系统，另外能够彻底摧毁美国本土的核打击能力和核指挥机构。如果简化中国核反击任务，可以理解为清零美国。因此中国核力量的发展方向是高技术突防和毁灭性打击。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唯一拥有多种类型高超声速武器的国家，东风17高超声速弹道导弹，吴侦8隐身高超无人声速侦察机，东风100高超声速巡航导弹，以及疑似装有高超声速弹头的东风41战略导弹。由于高超声速武器飞行轨迹远比常规的弹道飞行导弹复杂，现有的反导系统雷达难以计算拦截时机，反导的导弹就无从拦截，因此中国的高超声速系列武器基本上可以突破美国10多年构建的反导体系。所以中国的核打击在突防能力方面已经基本上没有技术问题了。必要解释一下作者为什么认为中国核反击美国基本上可以等于毁灭美国。因为核武已经就是一种灭国级武器，美国向中国发动核打击就有毁灭中国的企图，哪怕美国只发射一个核弹头，所以中国的核武反击就必须保留，无需慎重考虑，直接用最大努力清零美国。根据美国今年公布的秘密档案，冷战时期美国制定对中国的核打击目标就包含中国大部分城市，不是只针对核导弹发射井和军事目标。最明显的证据就是二战时美国就对日本广岛和长崎2座城市发动核轰炸。显然美国用核武政策是广泛性、毁灭性、不分居民设施的无差别打击，所以中国核反击政策照搬美国就没错了，同样是无差别核打击。氢弹是威力最大的核武器，威力上限远远高于原子弹。前苏联曾经想制造1枚1亿吨 TNT 当量的氢弹，最终发现没有合适的地方进行试验，才造出5000万吨 TNT 当量的氢弹。而设计制造清零美国的10几个甚至需要几个亿吨威力氢弹，绝对便宜过造几百上千枚原子弹。另外，原子弹需要巨量的电力提纯核物质，这就影响中国的经济活动，又极为容易让全世界都知道中国在生产原子弹，引起恐慌。得益于中国在氢弹的独门鱼米型氢弹技术，以及现今顶级的超级计算机的辅助计算，中国想设计制造出1吨级甚至10亿吨级的氢弹，应该有很大的成功率。或者说这些氢弹已经有现成的资料，只是中国不愿意造罢了。毕竟中国第一枚氢弹重量远低于美国和苏联，第一枚氢弹出生即能投入实战。时隔几十年过去了，中国的氢弹技术没理由原地踏步，必然有更大的进步，只是没法演示一下罢了。中国未来核武方向应该走向毁灭级威力和无法防御的突防2大技术路线。假如可以10亿个核弹头即可清零美国，只有25个核弹头又如何？足以清零美国25次。最近，美国海军在阿联酋海岸扣押了一艘载有200万吨原油的伊朗货轮，并出售了该货轮上的原油，获利1.1亿美元。美国不断地对伊朗实施制裁，伊朗空有丰富的石油资源，国内人民生活却过得苦不堪言。要不是中国不惧美国霸权，继续在伊朗进口石油，伊朗估计都撑不下去了。美国一方面禁止盟友从伊朗进口石油，自己却背地里偷偷从伊朗进口石油。有最新数据显示，今年3月，美国就进口了伊朗石油，单日量竟达到了3.3万桶，双面标准展露无遗。新冠疫情对世界各国的冲击，相信大家都很了解。在疫情爆发刚开始，很多国家都面临着物资短缺、医疗设备不足的严峻情况。当时德国疫情非常严重，美国却拦截了运往德国的医疗物资，令德国非常气愤，甚至将美国比作现代版海盗。其实美国这种行为已经不在少数了。世界上大多数国家迫于美国的军事实力，都是敢怒不敢言，这也导致了美国更加肆无忌惮地进行他们的海事掠夺行为了。美国长期拉拢西方盟友对中国进行污蔑诋毁，打压中国的国际形象，以此来削弱中国的国际影响力。美国为了遏制中国的发展，这些年来一直以一些莫须有的借口来干扰、阻挠中国企业的正常活动，这无疑是对全球经济发展秩序的一种干扰和破坏。据《环球时报》报道，美国于5月28日以其所谓的强迫劳动为由，强行扣押了中国大连海洋渔业公司的32艘渔船。对于美国的这种做法，中国可不惯着他。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表示，中国大连渔业公司从未向美国销售1分钱货物，美国说的扣留根本是无货可扣。美国打着强迫劳动的幌子对中国企业进行无理的打压，中国坚决反对，呼吁美国尊重事实，撤销错误决定。曾经强盛的大英帝国也干过海盗行径，只不过当时英国皇室为了颜面，只是躲在幕后支持海盗掠夺财富的。
而继承者美国却更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直接上升为明目张胆的抢夺原油资源，扣押太过渔船了。也许美国政府觉得他们已经强大到成为世界真理了，觉得他们的强盗行为都是正义的。英国当年的行为只能说他们是普通海盗，美国海军的种种强盗行为已经使美国政府成为了名副其实的海贼王了。美国自己处理不了自己的事，却还要把手伸到中国，这样的想法引起了很多人的不理解。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威廉·伯恩斯在国会全球威胁的讨论中提出，美国应该放弃与中国开战的想法，军事力量并不是外交的唯一途径，应该改变方案去培养自己的能力。据环球网援引绿媒自由时报报道，解放军军机进入台湾西南空域，同时周边出现2架美国军机，大陆军机如今在台海上空与美军展开激烈交锋，同时出现在西南空域，这是在不断的刺激解放军。美国目前还不明白中国已经今非昔比，如今炮舰外交已经对中国毫无威慑力，因为中国已经不再惧怕任何军事力量的威胁。而英媒近日的一句话更像是在警告美国。英国媒体近日在一篇《金融时报》的文刊中发表评论，如今的军事行动已经不会对中国有任何威胁，吓唬不住中国了，反而展现出了西方国家外强中干的体制。或许美国拥有世界上强大的军事力量，但这只适用于世界而不适用于区域了。以中国目前的军舰数量来衡量，占到了足够强大的优势。如今一支约360艘军舰组成的舰队凝聚在了中国国旗之下，由核动力潜艇、驱逐舰、航母舰队等军舰组成，如今还在不断的升级和建立军舰。西方国家不能低估我国成为世界军事超级大国的决心和能力。所以说，现在的中国完全不惧怕任何军事威胁，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够彻底真正的从军事上战胜我们。中国是完整的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国军机在台海周边进行军事行动没有任何问题。东部战区新闻发言人张春少也表示，中国在台湾领空进行军事行动，只是在自己的领空行动是合理合法的，这样的行动是在维护国家的主权，针对当前的台海形势采取的必要行动。台当局应该明白美国的居心何在。以如今的国际局势来看，美国频繁针对中国，干涉中国内政是有何用心？美国的歪心思只不过是给台局制造一个假的保护伞的现状。中国一再的退让，只是对美国的善意罢了。我们向来都是维护和平，不想与其他国家发生争执，并不是有什么顾虑。台湾是中国的台湾，统一的信息绝不可能有所动摇。如果美国想通过这点来对中国动心思的话，只不过是在自讨苦吃罢了。希望美国能明白自己的错误行为，早日从自己的黄粱美梦中醒来，去处理好自己国家的事，发展本国能力才是强国之道。